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今天呢，我们继续接着讲，就是新当选总统川普，他要怎么样组他的内阁？这个内阁人选很多位置都很重要。今天突发的消息呢，是马可·鲁比奥，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共和党的鹰派政治明星，他有可能出任国务卿这个角色。那国务卿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美国的外交一把手了。按理说，在川普的这个内阁中，有几个位置都非常重要，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司法部长，但是国务卿这个角色呢，为什么中国观众会这么在意？一个是确实川普怎么面对他的盟友、他的敌人，其实都是从国务卿这个出口来腾挪和实现的。二呢，就是在川普上一次当总统期间呢，蓬佩奥表现太突出了，多次被中国媒体批成反华先锋。国务卿这个角色也是直接决定了美中关系接下来要怎么发展，他具体要怎么去执行川普对华政策的这么一个人物。马可·鲁比奥本身呢，在美国这几年也是一个政治明星，甚至有说法说接下来他有可能是要继续去冲击做总统的人物。而且其实他这一次是也参与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的，一度跟川普呢还是一个竞争对手的关系。当然后来呢，他也慢慢改善了跟川普的关系，两个人从对手变成了好朋友。有一些说法甚至说川普呢本人很器重马可·鲁比奥。我们接下来再说为什么哈。先说一下马可·鲁比奥的生平吧。他1971年出生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他的父母呢都是古巴移民，所以他的人设呢其实就是真正的移民二代，是在美国实现自己美国梦的这么一个古巴孩子。那么他天生带着就是对于古巴这样的专制国家还有其他专制国家的这种强烈的反对，这也是后来变成了他的人设。他在佛罗里达大学呢是获得了学士学位以后，后来又是在迈阿密拿的 JD 法学博士。进入政坛以前呢，他还做过律师，他还做过文员。2000年的时候，29岁的鲁比奥就当选了佛罗里达的众议员，当时也是政治新星。2006年就成为的佛罗里达的议长，确实表现出来了非常卓越的政治能力和领导潜力。他的个子不高，所以呢，当时川普跟他竞争这个选举的时候，还经常说小Mark， 就是嘲笑他。当然他也回击川普说川普手小。当然这些在当时的时候也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政治明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媒体上的输出吧。鲁比奥在美国政坛上呢，一个是以他坚定的新保守派立场，一个是以他强硬的外交政策主张著名的，所以他确实是快速的成为共和党内最受瞩目的几个领导人物之一。鲁比奥我刚才说他是新保守主义，但是他现在这个新保守主义在逐渐的向跟川普的这个政策相调，但是还是能看出来他的政治立场非常保守和坚定。对于美国国内政策方面呢，他支持减税支持削减政府支出，加强边境安全，反对堕胎捍卫第二修正案，就是美国公民持枪权。你看这都是保守主义的这个基本盘哈。他尤其主张要维护小政府，减少联邦政府干涉经济的力度，这是典型的保守主义的经济策略。然后他呢强调要严格控制移民。鲁比奥呢他其实是倡导移民政策改革，但是他的立场呢略有摇摆。比如说他曾经支持过一个两党化的就是无党派立场的一个移民改革法案，但是共和党党内的保守派一批评的时候呢，他就转了立场，所以他在移民政策方面的立场有一些摇摆。还有就是外交政策方面，鲁比奥呢一贯强调的是对专制政府、专制特权要必须强硬对抗，而且呢，他主要是针对的是要强力遏制中国、俄罗斯这些地缘政治的对手，尤其是在国家安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他的发言非常非常的多。
基本上过去这些年针对集权政治，不管是对拉美、对苏联和对中国，只要美国在众议院有政策和立法动议的话，它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尤其是它是中国政策，是它的整个的这个政绩的非常重要的一页，包括他自己的官方首页上也是列出来他整个的中国政策。他强调呢，就是一个是要遏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扩张，一个是强调美国必须遏制科技和经济领域中国的侵蚀，来保持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时呢，他又反对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这些政权，都是他认为的绝对的独裁政权哈。他主张要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这些手段，促使这些专制国家内政直接发生变革，所以他属于强硬鹰派。他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具体的出击型手段来打击专制国家。关于中国政策方面，我刚才说了一些，可是呢，我刚才刚看哈，新闻周刊 Newsweek 专门总结了，在5个方面，卢比奥的对华表态和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当然各家都在梳理，因为卢比奥一旦上来，他要做国务卿，基本上他的重头戏就是先解决俄罗斯战场，但是解决完俄罗斯战场就要专注对中国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最大的重点了。作为参议员对华鹰派代表呢，卢比奥一直说对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中共的政治操纵要予以全面打击。他推动的哪些强硬措施？一个是在国家安全方面，他一再要说要限制和审查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的业务。他认为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就是直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重要威胁，所以在国会主导的对抖音、字节跳动的这个国家安全审查，包括全面禁止抖音平台在美国的运营，这些事儿都是他牵头干的。而且他还主张禁止向华为这些中国科技企业销售高科技产品，就直接限制对这些中国科技企业的这个芯片销售嘛，也是他在主导。他说这些公司都是被中共利用，作为工具来获取美国的敏感数据，削弱美国的科技实力的。所以美国所有的国会的听证或者媒体的采访都能看见卢比奥的发言。在人权方面，人权和民主方面，卢比奥也是罕有的几个就是一直在公开对着中国说话的这个Congressman。 他比如说对新疆问题、香港问题都表现出来了很具体的高度的关注，所以今天卢比奥有可能当国务卿的这个消息一传出来，香港那边蛮振奋的。我看网上的这些人权组织，新疆啊什么这些西藏啊这些人权组织也表达出很热烈的反馈。比如说他具体的他发表过多次讲话，就是支持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然后他还直接推动了美国对侵犯中国人权的官员进行制裁这件事儿。而且在2021年，美国通过了一个法，叫做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这个法也是他直接作为推动人推动的。这个法禁止干嘛呢？就是不许使用强迫劳动生产力生产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当然具体这个法律后来怎么执行，其实执行的不够好，因为你没办法确认这些企业它用的是强迫劳动的生产力来产生的产品，但是有这么法律搁在那儿，还是一个态度。也是因为他在新疆和香港问题上，他2次被中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所以今天好多人说，如果一个被中国政府制裁了的国务卿出现在美国的这个内阁人名单上，这个国务卿他怎么访华呀？他怎
踏上中国土地啊，因为中国政府不是说了吗？只要这个人一旦脚踩上中国土地，就要予以制裁，甚至司法司法惩戒。那怎么办呢？你去惩罚一个国务卿吗？所以我看也有网民笑说，美国这次直接就将了一军，人选搁在这儿了，中国政府怎么办吧？会不会中国立刻说之前的那个制裁属于历史文件不算数了？这些都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点哈。卢比奥对华言论也很强硬，当然他对华你就没办法特别具体区分他是对中国还是对中共，比如说他在有一个演讲里他就说，他说我们的争论，我们的吵架现在不在于是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崛起这件事儿的争论了，而在于中国志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的这个强大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为目的去实现的。他还说，中共不相信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或民主选举这些基本原则，他们愿意破坏世界各国的制度和准则来实现他们自己的野心。毫无疑问，21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就是中国在全世界的伸出的手。所以他在几年前，他基本就是在美国两党朝野还没有对付中共这件事情特别明确达成一致的时候，他就是最早喊出来的。中国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的威胁，他就一直这样喊，他就一直这样说。所以卢比奥这么一个强硬态度的一个人，如果上来，今天我看有媒体采访前人民解放军研究员，现任的北京的一个什么智库的朱军伟就说了话，说如果让卢比奥拿到这个位置，那真的就是噩梦成真了。中方说必须要考虑如何处理他的制裁，才能与他进行任何接触。你看中国这边的智库也开始分析。很重要的一点，关于台湾，今天卢比奥的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可能缓解一下这几天台湾方面的紧张情绪，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前一段时间出来过几个表态，一个就是说，如果台湾想获得美国继续的军事保护的话，要交保护费。所以这两天媒体其实讨论的都是有可能台湾要付出比较大的金钱的代价才能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这个话题我们专门再做一期节目再聊啊。但是在过去这几年中间，就是川普不在位期间，就卢比奥作为议员的这个过程中间，他其实也表现了非常坚定的对台湾的支持。他是积极推动了台湾在军售方面和美国的接触，而且呢，他也一直在帮助台湾增加在国际上的参与度。他自己也说，反复说，共产党的中国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民主国家的朋友，就他自己推特上就这么写。而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台湾，因为他们在捍卫主权和自由。2020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副总统当选人的赖清德就见过卢比奥，而有一个微妙的点，是因为美国这些年其实还是在刻意维持一个所谓对台的模糊态度，就是既保持所谓的一中原则，又跟台湾保持了绝对的这种民间的交流和军事上的支持，但又不在言语上激怒中国。所以在对于会见领导人这方面的话，其实议员们还是有一些选择的，能看出来经常见台湾领导人的那些议员也就是那些人，但是卢比奥是一直态度非常鲜明的。刚才我说了，在香港问题上卢比奥态度也非常积极，要知道就是他在于民主自由这个点上他一直都是很具体的，他直接就是支持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涉及香港人权侵犯的官员实行制裁。也因为这个事情，北京才又反过来制裁了他嘛。好，说完中国的话，再看一下，因为他要做国务卿的话，他不能只对中国嘛，但是可以预见作为国务卿的卢比奥肯定会把中国放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而且这也体现了整个这一次川普上来要选一个班子来帮助他主要针对中国
所以昨天媒体开始出现，包括 Twitter 上一些说法出现了，认为是冷战 2.0 时代到达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准备也在新做一集来说这个事儿。卢比奥关于其他的一些国家政策呢，我也快速的说一下，比如说他坚决反对美国和古巴关系正常化，他一直在批评奥巴马政府恢复美国和古巴的关系。他认为这个直接削弱了古巴民众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决心。他主张美国就应该继续孤立、制裁古巴政府，支持古巴的国内的民主运动。所以他一直是主张主动出击来支持推翻专制政权的。委内瑞拉，卢比奥呢也是美国对委内瑞拉总统实行严厉制裁的首要支持者。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帮助拉美国家地区的人争取民主和自由，然后并要用经济手段迫使委内瑞拉政权进行内部改革。有一次《纽约时报》采访卢比奥，他就直接卢比奥就针对马杜罗，就是委内瑞拉总统来说马杜罗他选错了对手，他输定了，所以这只是时间问题，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多长时间，但是结局无论是和平还是血腥的，他都死定了，就是他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然后我们现在来说俄罗斯。其实卢比奥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场的态度呢有变化，他其实之前对俄罗斯是持非常强硬的态度，尤其是在对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方面。他最初是主张对俄罗斯要实行经济制裁，然后遏制俄罗斯的扩张。但是这2年因为他心思变了嘛，要从政要继续往前，可能要竞选总统或者要进入特朗普的内阁，所以他其实在很多立场上跟特朗普的支持者越来越趋同一致，为了拿更多的共和党的这个选民的支持选票嘛，所以他表现得越来越克制。就是他现在的说法认为乌克兰不应该再专注于精力去收复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了，而应该通过谈判寻求妥协。而且在2024年，就是拜登在极力推动国会最后通过950亿美元的乌克兰军事援助法案这个上的事情上，卢比奥是投了反对票的。他主张美国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支持乌克兰，所以你看他的立场有变，体现了什么呢？是体现了他跟川普的关系之前的变化和现在接下来都会有一些隐忧。因为其实他跟川普在16年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就打过，但当时打的很多话，指着鼻子骂川普的很多话，很多短视频，这2天被媒体拎出来了，说准备把这些视频挂在这儿，看看这些骂川普的话会不会成为炸药包，搁在那儿早晚点燃。我们都知道川普是一个挺记仇的人的，他是非常非常在意谁骂过他的，他也信誓旦旦的说过上来以后一定要报仇。但是这次他居然还选了卢比奥，一方面说明可能还真是2个人修复了关系，一方面也能说明就是卢比奥也是在很多对外政策都在转向。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川普当选，拉美裔的选民给了他很大的支持，有数字表明拉美男性的这个投票比例上升，直接帮助了川普锁定战局。那么卢比奥在这方面也是川普的功臣吧，而且川普为了保护他自己在拉美裔社区方面的影响力和代表实力的话，他可能也要留住卢比奥，也是为了向拉美选民来证明他跟拉美人民站在一起吧。但是有一个点就是卢比奥的鹰派的外交立场，我刚才说了，主动出击。卢比奥是有意识形态的这个倾向的，他是认为民主自由是作为一种价值观需要捍卫的，专制政权是需要主动去把它摧毁的、推翻的。这些鹰派的主动出击的外交立场，跟川普的外交立场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有可能实行一些微妙的平衡，因为川普
是喜欢美国优先的，他认为不关美国的事儿就少管，川普不感兴趣去帮被镇压国家解放，他也不在乎去改变俄罗斯的现状，他也不在乎中国是不是真正民主自由。而卢比奥是有意识形态的鹰派坚持的，所以这两个人如果他们成为一个组合的话，是某一方会妥协，还是互相的妥协，最后达成某一种平衡，我们不知道。另外一个点更具体的就是在对中国政策方面，虽然我刚才说了，卢比奥预计一定会加大对中国扩张的遏制，尤其是科技和经济领域，他也会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制裁政策，他也会支持推动美国在科技和经济方面对中国的对抗。但是川普跟中国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基于意识形态上面的，所以川普对于中国的态度和卢比奥对于中共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具体接下来怎么走怎么动，甚至这么说，卢比奥在这个位置上能坐多久，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卢比奥这个人呢，接下来肯定一段时间会占据新闻报道的头条的，所以我们会继续关注。首先当然要确认卢比奥真的是做国务卿，目前看这个消息不会错，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人作为一个政治明星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的关注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看这个人。谢谢大家。